飞豹升级版首飞成功，打破之前退役谣言，200架飞豹大有可为。大家好，我是肖银华。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未来的主力是舰载机部队，飞豹大有用武之地。几个月前，网上曾经有个传闻说，解放军正在大规模退役红旗飞豹战机，计划全部用歼16来取代。这个消息引起了广泛的热议。当然，官方没有提供任何的说法，大家的议论也只是基于解放军的装备发展的角度。不过，最近官宣消息来了，中航工业表示，升级后的歼轰 7A2 已经首次成功，这等于对外宣告，解放军机龄较长的歼轰 7A 战机基本都会得到升级，而且继续服役。飞豹数量庞大，机龄较新，换装不易，升级后仍有战力。解放军现在有多少飞豹呢？空军加上海军可能有200多架。200多架什么概念呢？一个中等国家可能都没有这么多的战斗机，就算全部换装，1年换24架也得8年才能换完。更何况有些战机才飞了不到10年，退役了扔在仓库，岂不太可惜了？所以从科学换装的角度，大规模退役飞豹肯定是不对的。升级后的歼轰 7A 可以携带解放军新服役的各类弹药，包括防区外打击弹药，战斗力是不弱的，对地对海攻击能力甚至可以逼近歼16了。飞豹不着急退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中国海军航空兵的需求。从历史上看，海军航空兵的建立时间很早，在建国之初，空军建立不久，海军航空兵就建立了，目的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军事斗争。但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两个军种之间毕竟存在着职能重复，也必然会有军种竞争和装备竞争的问题存在，这是无法避免的。大多数优秀的战机都会被空军优先装备，甚至连优秀的飞行员往往都被空军抢走。海军航空兵装备历史上，包括苏30、歼10、歼11的装备时间都比空军要晚，歼16和歼20更是一架都没有。海军的资金还需要用来建设舰队，所以中国海军航空兵的建设速度一直是落后于空军的。而飞豹是少有的以海军航空兵为主研发的一款战机，它一直是海军航空兵的核心反舰力量。说它是海军航空兵的当家花旦一点都不夸张。中国海军航空兵现在的核心转向了舰载机，陆基战机的更新必然会放缓。有人说歼16比飞豹强得多，拿歼16替代飞豹不是大趋势吗？在空军中这样的观点没有问题，但是现在在中国的海军航空兵里面就不一样了。我国现在海军航空兵的发展中心已经转向了舰载机部队。说白了，歼15舰载机以及未来的歼31隐身舰载机，为了优先保证舰载机部队的换装，陆基战机部队的换装肯定要滞后一些，所以海军的歼轰 7A 自然要多服役一些时间，毕竟这些飞机寿命还很长，把它们简单升级一下，依然有着不错的性能。反正我国未来各个海区的主要作战力量是航母舰载机，歼轰 7A 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而已。等到航母上的歼15、歼31满足了之后，海军航空兵陆基基地的部队也该换装舰载机，随时接替战时航母上的损耗。所以对于海军航空兵而言，舰载机的换装才是第一要务。飞豹当然需要去站好自己最后一班岗。就目前来看，飞豹仍将留下并大有用武之地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